风靡全球的网游开服之际，所有玩家都在第一时间杀怪冲击，可我却硬生生看完了5个小时的开场动画。不少玩家都觉得我是个2逼，然而只有我知道，这款名为《诸天世界》的游戏其实是由蓝星数百个国家共同打造而成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适应5年后的灾变，届时会有另外一个世界降临蓝星，游戏中的力量也将会变成现实。而看完游戏宣传片的玩家，则会收到一份系统给予的特殊奖励，前世不少顶级大佬就是靠着这份特殊奖励崛起的。此时我刚看完宣传动画，面前便出现了3个选项，叮，恭喜玩家看完宣传动画，请选择你的奖励、装备、天赋、称号。见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称号。要知道，无论是在诸天世界游戏中，还是在5年后异世降临之后，称号都是一种极难获取的存在，并且称号所能提升的战力远远要比装备天赋提升的多。随着我确定了称号的选项，一个散发着霸气的称号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：王者的救世主唯一，品级神秘，佩戴效果1，锁定所有攻击100%命中，并且无法回避；佩戴效果2，腐蚀，所有攻击能直接腐蚀目标，无视目标防御，每次造成的伤害取决于自身生命值的1%；佩戴效果3，王者军团，能把死去的人和生物转换成亡灵，并且亡灵的生命值100%转化，王者上限5，数量可随等级提升而提升。看到这称号有这样的效果，我直接惊得目瞪口呆，这尼玛简直是一人就是千军万马呀！随后我又开始选择职业，而我选择的初始职业是神枪手，只因神枪手伤害高、射速快，唯一的缺憾是命中率不高，但恰恰我的称号弥补了这一点，可以说和这个职业是完美契合。很快我便创建好了角色，名称就叫做东方炮王。进入游戏后，我直接来到村外，毕竟我都有那么牛逼的称号加持了，必须得试试具体效果怎么样。之后找到了一只史莱姆后，我直接毫不犹豫地连开了3枪，3发子弹直接命中，史莱姆更是当场暴毙。就在我惊叹锁定效果牛逼时，死亡的史莱姆头上冒出了救赎2个字。见状我呆愣了一下，这就直接触发王者军团了吗？随即我选择了救赎，叮，救赎成功，获得僵尸史莱姆，血量50，技能撞击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发现我的属性面板有所变化，自己的血量竟然也加了50点。看到这，我瞬间不淡定了，这亡灵血量还能反哺叠加到我身上，那要是我有100万亡灵，岂不是我一个神枪手也能当坦克了？随后我便召唤出僵尸史莱姆进行攻击。又一次让我震惊的是，这僵尸史莱姆也叠加了我的称号效果，被他攻击过的生物也附带腐蚀效果。经过10分钟的刷怪后，我的王者军团的数量便达到了上限，同时我的血量也达到了330。现在的我根本用不着自己刷怪，光靠僵尸史莱姆便能刷经验。就这样又过了半小时后，我成功升到了2级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自己只是升了1级，王者救赎的数量竟然翻了1倍，从5变成了10。随后在我的指挥下，僵尸史莱姆又是连续几次出手，直接秒杀了好几只史莱姆。此时我已经将王者数量补满，于是便准备前往野外猎杀其他怪物。可我也知道野外的怪物可谓是凶险无比，稍不注意就会被秒杀。毕竟这款游戏是有寿命这个面板的，只要被怪物击杀，那寿命就会直接减半。当减无可减的时候，玩家在现实中是会死亡的。同时寿命不仅关乎着现实中的生命，而且野怪在击杀玩家获得寿命后，也可以通过寿命进行变异进阶，甚至还能成长到 BOSS 级别。这时我已经来到了丛林深处，很快便遭遇了一只紫姜。虽然这只野怪只有2级，但我却不敢丝毫懈怠，随即便召唤出来了10只僵尸史莱姆。下一秒，僵尸史莱姆大军便朝着紫姜冲去。紫姜看着如同液体一样的召唤物，非常不屑，挥舞着手臂也冲了过来。然而就在双方碰撞的瞬间，史莱姆大军竟直接将紫姜扑倒在地。紫姜原本还想反抗，可史莱姆大军就像胶水一样，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地上。同时史莱姆大军发动了腐蚀伤害，减7、减3、减5。虽然史莱姆的腐蚀伤害并不高，但紫姜也经不住耗啊，毕竟他根本无法动弹。就这消耗了2个小时后，紫姜终于嗝屁归西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头顶也冒出了救赎2字，叮，救赎成功，获得紫姜，血量1000，技能尸体硬化，特殊属性湿气，紫姜对敌人造成中毒伤害。看到自己的血量又加了1000，我顿时双眼冒金星，这要是能猎杀10只紫姜，那我的血量岂不是破万？想到这，我不再迟疑，立马开始在丛林里寻找下一只紫姜。就这样又经过了1个小时，我终于又击杀了第2只紫姜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对神色慌张的男女朝着我跑了过来，同时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1星 BOSS 白姜。看到我顿时有些懵了，白姜虽然只是1星 BOSS， 但这出现的也太早了吧？我明明记得前世是有人达到了3级，开启了等级排行榜后，玩家们才开始遇到白姜的呀。这时那名女玩家一边跑一边说道：“陈少，我们怎么办啊？”被称为陈少的男孩这时也注意到了我，顿时眼前一亮：“小子，救我！本少下游戏后给你10万。”闻言我根本没搭他话茬，直接选择掉头跑路。毕竟1星 BOSS 也是 BOSS， 没有10足把握怎么可能和他打？更何况这个陈少前世的名声是出了名的臭，不仅好色还嚣张跋扈，在诸天世界里仗着家里的权势害死了不少人。与此同时，陈少和那个女孩被白姜追上了，还不等他俩有所反应，好在后边的女孩就被白姜一击必杀，送回了复活点。见到这一幕，陈少也是急了，这女孩可是他刚泡到手的，本想带她在游戏里装下逼，结果逼没装成，甚至自己还要搭进去。接着陈少将目光看向跑远的我：“你叫东方炮王是吧？你等着，敢对本少见死不救，我要将你杀到退游。”然而下一秒他就被白姜一巴掌给拍死了。然而干掉2个玩家后，白姜又将目光看向跑远的我，随即白姜便一跃而起，朝着我这边扑了过来。然而就在他即将攻击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一个闪身便躲开了攻击。这么欺负人的吗？看来我只好和你拼了。随即我便召唤出了王者军团，这白姜
将看我摆出如此气势，瞬间怒了。刚才还是任他宰割的猎物呢，现在敢叫阵兑现了，于是直接发动了尖刺攻击。站在前排没反应过来的史莱姆瞬间暴毙，唯有一个史莱姆下意识的往后躲，逃过了攻击。见此情形，我却是有些意外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僵尸史莱姆还有自我意识了？算了，先收拾白浆吧。这时我邪恶一笑，对着白浆说道：“知道什么叫100%的命中率吗？”随后我快速发动技能，同时就在我开枪之际，紫姜直接朝着白浆扑了过去，瞬间就和白浆缠斗在了一起。而我也趁机朝着白浆射了一发，暴击减60。看到这样的伤害，我非常满意，毕竟现在所有玩家的伤害都只有个位数。但又看了一眼白浆的血量，竟然高达1万，虽然多少有点恐怖，但他的血量越高，给我的回馈也就越高。随后我便决定和他极限拉扯，耗死他。此时我与1星 BOSS 白浆的战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，经过半小时的消耗，他的血量已然见顶，而我这边的亡灵也快消耗殆尽，只剩下一只紫姜苦苦硬撑。见此情况，我连开数枪，无力抽身的白浆最终倒下了。叮，您已击杀1星 BOSS 白浆，获得经验加1200。您作为全服首个击杀 BOSS 的玩家，即将发布全球通告，是否隐藏姓名？您提升到了3级，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。您成为全服第一个达到3级的玩家。666号新手村即将开启等级排行榜，您是否隐藏姓名？看到这一连串的提示，我果断全部选择否。下一秒提示音再次响起，由于您是全服第一个击杀 BOSS 玩家，给予您特殊奖励，自由属性点加20，3星随机技能书加1，本职业武器选择礼盒加1，击杀白浆获得寿命100年，击杀白浆获得黑色风衣3星。对于这些奖励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击杀白浆会给那么多奖励。与此同时，新手村内复活过来的陈少通过高额悬赏集结了一群玩家，是要把东方炮王打到退游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全服通告响彻整个新手村，恭喜玩家东方炮王击杀1星 BOSS 白浆，完成首杀，特此全服通告。此通告一出，陈少以及一群玩家都沉默了。刚才还因高额悬赏积极的玩家也不积极了，毕竟能单杀 BOSS 人多少是有点实力的，但仍有头铁的玩家认为我只是靠运气击杀的，所以一时间又鼓舞了一群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有一则通告响起，恭喜玩家东方炮王成为全服第一个达到3级的玩家，特此开启全服公告，并开启等级排行榜。听到这一公告，这些玩家又蔫了，因为从2级到3级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，有的玩家刷了一晚上还卡在2级，所以这些玩家又认为我还是有些实力的，包括陈少也呆愣在了原地。与此同时，我不仅开启了3星技能书，获得了大地回春的技能，还成功的把白浆收入了自己的麾下。看着自己的亡灵面板，我异常兴奋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关掉面板时，一只史莱姆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僵尸史莱姆可进阶，进阶条件吞噬1000只史莱姆。看到这我震惊了，史莱姆还能进阶，前世也没听说过呀。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决定杀1000只史莱姆试试。想到这我也不再犹豫，决定先把亡灵刷满，然后再给史莱姆进行升阶。经过1个小时的屠杀，我已经亡灵面板充满，只留下了一只可进阶僵尸史莱姆。很快我便赶到了新手村外围，并开始了屠杀史莱姆的大工程。就在我一枪一个史莱姆的时候，一个名叫腿哥和另一个叫青剑医生的2人注意到了我，原来他就是排行榜第1的东方炮王。这家伙升级那么快，难道也是官方的人？与此同时，正在努力刷史莱姆的我也注意到了他们，前世这些称霸一方的大人物也来了。此时的腿哥看我打史莱姆这么容易，瞬间兴奋了起来，拿着他的大剑也冲进了史莱姆群。可帅不过2分钟，他就被史莱姆打了回来。同时一直迟迟未动的青剑医生朝着腿哥说道：“别看东方炮王打史莱姆容易，但对于我们1级的新手来说很难。”此时腿哥有些沮丧地说道：“是啊，他都3级了，咱连2级都没升到。”这时青剑医生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上边交代我们先升级，然后去击杀白浆 BOSS， 而他却提前击杀了。你说会不会他也是咱这边的人？听到青剑医生的分析，腿哥好似也想到了什么。不对啊，上边只派遣了我们做先锋队啊。经过腿哥这么一说，青剑医生也拿不准我到底是什么来历。这个人我们还是小心为上，如果真不是上边派来的，可以拉拢到我们这边。随后交谈完的2人便朝着我走了过来，不明所以的我有些疑惑的问道：“你们找我有事？”有些尴尬的青剑医生随即说道：“也没事兄弟，就是我们是新手玩家，想请你带我们刷史莱姆，升到2级，好出新手村做任务。”可以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下来。毕竟这2人可是官方的人，而且上一世他俩才是整个游戏的引导者，要不是他俩，大夏玩家早就被他国玩家屠戮殆尽。随后我便向着他2人发出了组队邀请。经过1下午的屠杀，他俩顺利的升到了2级，而我也完成了1000只史莱姆的屠杀。随即我便对着他俩说道：“你们都到2级了，如果要出新手村便出去吧。”腿哥和青剑医生此时双手抱拳说道：“谢兄弟了，等以后用得到兄弟的话吱一声。”说完之后，2人便朝着丛林走去。待2人走了以后，我便查看起了亡灵面板，僵尸史莱姆已然进阶成了血母，血母 LV2，1星级物种，物种类型拟态类，不死类，共生类，血量7400，属性继承主人的所有属性。技能拟态1星，技能效果能模拟简单的武器、装备乃至于肉体的存在，亦可以融合在主人的躯壳内加强主人属性。吞噬1星，技能效果吞噬尸体，有几率分解出相当的属性。技能回馈给宿主，星级越高，获得的技能和属性越好。看到如此爆炸的技能效果，我惊呆了。这尼玛进阶史莱姆这么厉害吗？他这2个技能太离谱了吧！尤其是吞噬技能，不仅能继承我的所有属性，还能吞噬其他物种的技能和属性再回馈我，真的是逆天啊！随后平复好心情的我查看了排行榜，毕竟这个游戏里不缺乏高手，浪费了1下午时间，势必有赶超上来的人。然而我依旧稳坐排行榜第1名，紧随其后的第2名是一个
ID 名叫银月的人，而此时银月正在丛林某处咬牙切齿。东方炮王，你等着，我是要和你一较高下。而他之所以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，是因为排行榜开启的第一天，他看着榜首的我产生了胜负欲，并且决定刺杀我来证明他的实力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和我决战的时候，我仅仅一击便秒杀了他，所以自那以后，他就立志以击杀我超越我为目标。与此同时，我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紫姜尸体，甚是高兴，几乎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，自己的亡灵军团就已代劳了。不仅把我的等级刷到了5级，就连亡灵军团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而我的个人伤害在亡灵军团的反哺之下，基本上每一枪都能打出上千的伤害。我知道是时候开启副本了，毕竟副本的奖励以及手通的奖励是很高的。同时我也知道，开启副本的条件是击杀一只特殊的怪物。随即我召唤出了所有紫姜，并下令让他们去丛林中搜索。我只留下了血母和白姜在自己身边，以防不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则通告响彻全服。丁，玩家银月杀死特殊僵尸，开启副本绿江的坟地。听完通告后，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是银月开启的。而我也明白，即便是他开启的，他也不一定具备手通副本的能力。毕竟上一世发现这一副本的清剑一生是通过集结了很多5级高手才手通了副本。而银月虽然也是高手，但是性格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所以靠自己一人打穿副本有些痴心妄想。想到这，我顿时又喜笑颜开，随即便朝着开启副本的位置赶去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杀怪的银月听到这个提示音也有些懵逼，自己竟然莫名其妙的开启了2星副本。随即银月又狂笑了起来，看来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。东方炮王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手通了副本拿到了奖励，我要将你杀到不敢出新手村。之后银月来到了副本入口，丁，请选择挑战难度：普通、困难、地狱、王者。银月想了想，觉着以自己的实力可以挑战困难级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选择了普通级别。选择完成后，下一秒银月就消失在了原地。同时丛林的另一边，刚升到3级的青剑医生也懵逼了，马德，这和上边给的内部消息不一样啊，不是说让我快速升5级开启副本吗？怎么现在自己成打酱油的了？这时一旁的腿哥说道，青剑，这副本开了，我们要去看看吗？青剑医生这时一脸愁容，去，如果我们不去，那些家伙肯定不自量力往副本里进。可这些副本可不是普通的副本，进入次数多了却没有人杀死 BOSS 的话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副本升级难度变大，到时候不知道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很快我便赶到了副本这里，同时青剑医生和腿哥也赶了过来。这时青剑医生说道，那个女人进的是普通模式，以她排行榜第2名的实力通过应该没啥问题。可我看到银月进的是普通模式后，旋即摇了摇头，看来我只能等她出来了。腿哥听完有些疑惑，你要等什么？普通模式你现在也可以进去啊。不了，普通模式太浪费时间了。而我之所以不想进普通模式，是因为我知道普通模式顶多遇到一群白姜，并没有终极 BOSS 玉姜，所以即使通过也没手通的奖励。这时一旁的青剑医生听到我这样说，又再次疑惑了起来，他不想进普通模式，是不是他也知道只有地狱模式往上才有 BOSS 啊？随后青剑医生问道，你不想打普通模式，难不成想打地狱模式？而我却淡淡的说道，不，我要打王者模式。青剑医生两人听完之后震惊了，随即青剑医生说道，你知道王者模式是什么概念吗？没到10级前想都不要想。然而我却摇了摇头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不会做出这样选择的。然而就当青剑医生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副本入口闪耀起了光芒，旋即狼狈不堪的银月便传送了回来，随后拖着残血的身体朝着我们这边走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青剑医生和腿哥也有些心惊胆战，原本以为银月能轻松通过，谁知普通模式把他打得落荒而逃。就在他们愣神之际，我直接来到了副本入口，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王者级副本。这时反应过来的青剑想要阻止，可是却晚了一步。只见我被光芒照耀后便消失在了原地，这把青剑医生给气得不轻。妈的，那可是王者级副本啊，这不是送死吗？此时银月也认为我不自量力，毕竟本服除了我之外，他就是最强的玩家了。然而自己却连普通模式都没打过，可想而知王者副本难度到底有多恐怖。与此同时，刚进入副本里面的我就疯狂掉血，减50、减60、减70，看着每秒扣几十的血量，我不由得咂舌。王者级的副本就是不一样，空气中都带有剧毒。就在我感叹之际，无数只紫姜便朝着我杀了过来。面对如此庞大的紫姜群，我丝毫不慌，直接召唤出了2个白姜。2只白姜进入紫姜群后，就如同进了菜市场，那些紫姜就如同白菜一样，被一路的疯狂砍杀。不多时，这些紫姜就下线了。之后我就朝着深处走去，一路上除了零零散散的干掉了一些紫姜，还成功击杀了1只白姜，并且从白姜身上获得了一件3星装备，尸骨戒3星，魔抗加20，中毒抗性加50，受到不死族伤害减少30%。看到戒指的属性后，我很是满意。有了戒指的抗性加成后，我每秒中毒伤害连原来的1/10都不到。之后再加上我的大地回春技能，10秒回复3%的血量，基本上我现在对于中毒伤害已经免疫。然而就在我幻想之际，远处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吼声，同时伴随着一道恐怖的尸气朝着我冲了过来。瞬间我的血量就被减掉了700。看到这样的伤害，我震惊了，这绝对是霸主级别的 BOSS。此时我如临大敌一般朝着前方看去，只见黑色的棺材不停地震动，下一秒一道黑影便从棺木中窜了出来。绿江 LV10，3星 BOSS， 体力51234，力量350，智力7，护甲280，魔抗280，速度5.1，技能预爆3星，向尸体中注满湿气，随后引爆，造成2000点物理伤害，湿气2星，湿气化作气浪攻击，对范围内敌人造成1000点物理伤害。然而就在我刚看完信息面板时，绿江直接发动了一道湿气快速打来，躲闪不及的我只能硬扛，减1480。看到这样的伤害，我整个都吓麻了。如果不是尸骨戒减少30%伤害以及称号效果的加持，恐怕这一技能只比5000。随即反
反应过来的我也是怒了，赶忙召唤出所有亡灵军团，在三头白将的带领下，顷刻间便朝着绿江扑了过去。同时绿江见我拿他的子民来打他，瞬间暴走，散发出了更强烈的尸气，下一秒尸气便朝着亡灵军团杀了过去。不等亡灵军团靠近绿江，就被尸气秒杀了4、5个子将，剩下冲过去的亡灵军团与他近身搏斗了起来，而那些死去的亡灵军团也在我的召唤下又重新复活了起来。就这样，我如同永动机一般，只要前方有战死的，下一秒我就召唤复活，再次投入战场。经过40分钟的人海消耗战后，绿江被围殴的只剩下了20%的血量。随后我也加入了战场，靠着远程输出加快了绿江的死亡。与此同时，守在副本门口银月3人有些着急了，见我迟迟没出来，以为我在里面 GG 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全服通告响起了，通告：玩家东方炮王首通王者级副本绿江的坟地。3人听完这个通告彻底震惊了，反应过来的腿哥直呼牛逼，而银月反应过来后又满脸疑惑，他怎么通关的？难不成王者级副本比普通副本要简单？随即银月又满脸愤恨地看了一眼排行榜，只见我不仅稳坐第1，而且还连升了3级，而他虽然稳坐第2名，但早已被我甩开了4级的差距。这一次银月真的愤怒了，随即冷静下来的银月一脸沉重，决定抓紧时间升级追赶上来。同时副本内，我看着绿江的尸体双眼冒金星，因为除了战利品，这家伙就是我最大的战利品。看着绿江头顶救赎2字，我赶忙点击了救赎，然而下一秒救赎失败，剩余救赎次数2/3。看到这一幕我先是一愣，马德怎么失败了？真是头回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不信邪的我又试了一次，救赎失败，剩余救赎次数1/3。看到仅剩1次时，我是真的吐了。这尼玛要是救赎失败，那我自己可不就损失大了？旋即我便和早已死透的绿江打起了感情牌。我知道你不服，但无限制复活是我的本事，所以你死的不亏啊！而且在救赎你失败的话，那你就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就不想随我一起去看看吗？说到这，我顿了顿，之后又再次开启了救赎。叮，救赎成功，获得绿江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我异常的激动，竟然洗脑成功了。与此同时，击杀奖励也到账了。叮，恭喜你成功击杀绿江，获得1星技能升星书10本，2星技能升星书3本，3星技能升星书1本，本职业随机技能书1本，2星防具套装礼盒1个，本职业武器选择礼盒1个。看着这些丰厚的奖励，我又是一阵激动。随后我开启了武器礼盒，左轮、步枪、手弩、手炮。看着这4个选项，我果断选择了左轮，因为只有左轮能转职成漫游枪手，而这个职业是靠着身法和暴击出名，而这也是我现在缺少的。毕竟我现在的伤害和准度是一点也不缺。之后我又开启了本职业随机技能书，获得技能双手持抢4星，而这技能能让我同时装备2把武器，并且同时享受2把武器的属性加成。随后我又消耗了一些技能升星书，将快速拔枪和大地回春2个技能分别升到3星和4星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看着个人属性面板真是美滋滋啊！谁能想到8级的我竟然有12万的血量？之后传出副本的我便着手准备寻找下一个副本，因为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枯木林里不止绿江的坟地一个副本。随后我就在枯木林里探索了起来，可走到枯木林深处的时候，我竟然又发现了一只绿江。这绿江怎么出现在了副本外边？它不应该在副本里吗？就在这时，绿江也注意到了我。下一秒，一道提示音就在我脑海里响起：叮，触发隐藏任务，世界的秘密1，是否接受？对于这个任务，我一时呆愣在了原地。上一世也没有关于这个任务的线索呀。不管了，先接受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随即我便选择了接受。叮，恭喜你成功接取隐藏任务世界的秘密，你将获得一个失落的藏宝图碎片。与此同时，就在我接受任务的一瞬间，站在远方的绿江瞬间雾化消失。不等我有所反应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叮，检测到你身上有失落的藏宝图碎片，你已被朱天盟视为敌人，朱天盟会派遣大军追杀，请做好死亡的准备。我顿时懵逼了，马德，这任务这么坑人吗？虽然不知道失落的宝藏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朱天盟这个势力，那可是游戏世界里的第一势力。在游戏和现实融合后，朱天盟不仅统管游戏世界，就连现实世界也被朱天盟给掌管了，并且朱天盟的统治异常霸道，只要玩家不顺从朱天盟，那么将会被朱天盟直接抹杀。虽然我并不想招惹朱天盟，但这任务已经让我被朱天盟标记了，也只能努力升级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毕竟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探索上一世那些不知道的秘密。于是为了自保，我开始在枯木林中疯狂刷级。1小时后，我看着刚刚升到9级的个人面板，暗自感叹，没有副本这级可真难升。正在这时，一则通告再次在所有玩家面前响起：紧急通知，玩家银月破坏了封印，提前开启新怪物魔狼、毒株，请各位玩家注意。看到这条消息时，我有些惊讶。我记得前世这封印是在玩家等级基本都到达5级之后才出现的，但没想到今年这么早，而且这封印出现的也是极其靠运气。魔狼和毒株出现，那就表示有新的 BOSS 出现，正好自己的亡灵军团也该更新了。魔狼的速度，毒株的控制，都是我现在所需要的。于是我向着新怪物的刷新点走去。另一边，身为当事人的银月看到被自己破坏的封印后，也是微微皱眉，因为之前刷级太努力，现在他的血条已经十分危险了。就在银月准备回新手村恢复体力时，远处一只魔狼向着他袭来，那魔狼的速度非常快，几乎是眨眼间便扑到了银月面前。银月冷哼了一声，身形瞬间向前冲去，下一秒那只体型巨大的魔狼直接没了气息。你已经击杀魔狼，获得经验加500，等级提升至7级，寿命加5年。银月看到魔狼增加的经验值时不由愣了愣，这经验顶自己杀死5只子将，而且这些魔狼只是速度和
伤害高，体力和防御都十分弱小。现在的他几乎一刀一只魔狼，那自己岂不是很快就能超过那个叫东方炮王的混蛋？想到这，银月开心的大笑起来。东方炮王，你给我等着！另一边，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我就赎了10几只魔狼，亡灵军团已经达到了上限。看了眼经验条，经验值还差95%才能升到10级。刷怪带来的经验值太少了，我需要新的副本。于是我召唤出亡灵军团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小的们都散出去，给我找特殊怪物！我要开启副本。”话音落下，一众魔狼直接仰天长啸，随即便冲入了森林当中。此时森林的另一边，躲在树后的银月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惊讶的张大嘴巴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只见前方出现了几只黑色的魔狼，一口就将其他魔狼咬死。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，自己竟然看不到这些魔狼的属性，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怪物？就在银月思考的时候，这些魔狼在杀死同类后，直接化成黑影将他们拖入地下，随后不见了踪影。看到这一幕的银月懵逼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银月还在沉吟之际，一声兽吼突然响彻在耳畔，又一只魔狼被黑色魔狼给一口咬死。正当黑色魔狼准备将曾经同伴的尸体拖入暗影时，银月却是突然动了，手中匕首直接刺在黑色魔狼要害处。可魔狼死后却并没有留下尸体，而是变成了暗影归于地面，没有击杀提示。难道这些黑色魔狼是被玩家给召唤出来的？银月眉头一皱，可这新手村内的魔法师初始技能就是发射一颗魔力弹，没有召唤魔物的能力吧？不是玩家，难道是什么隐藏 BOSS？ 想到这里，银月顿时兴奋了起来。魔狼已被击杀，是否消耗200点体力进行复活？我选择复活后，心中也是疑惑。魔狼被杀了，难道是遇到了毒株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毒株是一种十分阴险的魔物，这种魔物非常难缠，一旦被他们的蛛网粘上，就只剩等死一途。不管是用武器砍还是火烧，都毫无办法。这魔蛛要是成为我的召唤物，那我的阵容就完美了。突然，我的心中冒出了一种被人注视的感觉。于是我直接发动称号的锁定技能，最终锁定在了一棵枯树后。虽然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称号不会骗人。于是我直接举起左轮手枪瞄准了那棵树。你还不现身吗？银月也是直接现身。是我知道是你。我对此没有丝毫意外。整个新手村有隐匿能力的就银月一个人，除了他以外还会有谁？你来找我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只是你要是再这么偷懒的话，你的等级迟早被我追上。银月轻哼一声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在杀怪的？我轻笑一声，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一批魔狼的尸体从地下冒了出来。银月看着这地上的尸体，顿时懵逼了。你什么时候？而话说到一半，银月突然想到了自己刚才看到的黑色魔狼，随后瞪大了一双美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不是神枪手吗？怎么会召唤魔物？这一瞬间，银月有些凌乱了。一个神枪手竟然能召唤魔物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？我哈哈一笑说道：“这是秘密。”银月指着我怒道：“难怪你等级升得那么快，你别得意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”说完，银月转身消失不见。看着消失的银月，我摊了摊手，有些无奈。接着我继续命令亡灵军团搜索森林。我就不信今天找不到 BOSS。就在我穿梭在枯木林中苦苦搜寻的时候，一则公告突然响起：警告，玩家银月惊醒了沉睡的雷电蛛王，枯木林将会涌现大量的毒株，请各位玩家加速猎杀。警告，毒株正在快速繁衍并成长，一旦数量过多，就会进攻新手村。看到警告后，我乐开了花，这银月可以啊，瞌睡来了送枕头。而此时深陷蜘蛛洞穴的银月却一点也不高兴，只因他的面前正趴着一只巨大的毒蜘蛛，巨型蜘蛛的周围还有雷电环绕。下一秒，雷电蛛王属性便展现在银月面前。雷电蛛王3星 BOSS， 等级10，体力40234，力量50，智力270，护甲110，魔抗110，速度5.9，独立攻击力150。技能雷电掌握3星，狂雷吐息3星，雷电蛛网3星。看到雷电蛛王的信息时，银月懵逼了，这 BOSS 可以说是全方位碾压他，这可怎么打？但是银月没有放弃，总要试试再说。拔出了腰间的匕首，狠狠地砍向雷电蛛王。事实证明，试试就试试。银月直接被雷电形成的蛛网束缚，动弹不得。就在银月闭目等死时，突然听到耳边传来雷电蛛王愤怒的吼叫声。睁开眼睛，就见到那头雷电蛛王的血条直接减少了1/10，负4200。看到我的出现，银月也是愣住了。东方炮王，此时的雷电蛛王愤怒不已，直接一道狂雷吐息向着我袭来，而我只是站在原地扣动扳机，一颗颗子弹射向雷电蛛王。很快，雷电蛛王的血条清零，倒在了地上。您击杀3星 BOSS 雷电蛛王，经验加15100，可交易寿命加130年，即将本副通报，是否隐藏姓名？我直接点击了否。您击杀雷电蛛王，完成首杀，获得25点自由属性点。您获得3星武器蛛王首弩，您获得3星技能升星书1，您获得3星装备雷珠套装，您获得1星技能随机宝箱5。此时我看着自己的个人面板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终于10级了，可以回新手村转职了。